饭后午休1小时是错的。医生，上了年纪，午休要注意这3点。周大妈退休后，生活节奏放慢了不少。每天中午吃完饭，她习惯性的在沙发上躺个1小时，觉得这样能好好消化，下午也能精神点。她的朋友李叔得知后，赶紧提醒她，你这样躺着午休可不一定对啊。周大妈有些纳闷，午休不是应该休息吗？她回忆起年轻时忙碌的日子，那时根本没时间午睡，但现在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怎么还出问题了呢？饭后立刻午休真的对身体有好处吗？为什么吃完饭就躺下，反而让人感觉不舒服呢？饭后午休1小时是错的。你是不是也听说过饭后午休1小时的说法？很多人觉得吃饱了就该好好躺着休息，这样才能让身体好好消化，还能恢复精力准备下午的工作。更糟的是，如果你养成了饭后必躺的习惯，长此以往，肠胃可能会抗议，让你经常感到消化不良，甚至还有可能出现胃酸倒流等问题。所以，午饭后别急着躺，先活动活动，比如在办公室里走走，或是出去散个步，哪怕只是10几分钟，也能让身体更好的完成消化工作。午休时间长，精力恢复得更好。现实是白天睡得太久，晚上可能就睡不着。恶性循环一旦开始，白天困得要命，晚上又辗转反侧，这可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研究表明，午休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最合适。醒来后，精神恢复得刚刚好，又不至于影响到晚上的正常入睡。这个午休时间的控制特别适合那些已经开始对早睡早起感到困难的中年人。午休姿势也是个大学问，有的人喜欢在沙发上随便一躺，有的人直接趴在桌子上打个盹儿。虽然看起来舒服，实际上对身体可是有害无益。特别是年纪大了以后，身体的柔韧性和脊椎的承受能力都在下降，随便一个不恰当的午休姿势，可能就会导致腰酸背痛，甚至加重脊椎问题。医生们建议可以在腰后垫个小枕头或者靠垫，给腰部提供一些支撑，这样不仅能休息好，还能保护好脊椎，不让身体受到额外的负担。午休要注意这3点。饭后立刻午休。当你吃完一顿饭，胃和肠道就开始忙碌起来了，他们要处理你吃进去的所有食物，把营养吸收进去，再把剩下的部分往外排。这时候，身体会把大量的血液送到消化系统，帮忙完成这一系列复杂的消化任务。这是一个大家一起上的过程，身体需要你保持一定的活动状态，血液才能顺利循环，肠胃才能高效运作。可是，如果你一吃完就躺下，身体的血液循环就不那么顺畅了，你可能会觉得胃胀、反酸，甚至是恶心，总之，肠胃不舒服的症状都可能找上门来。更有甚者，长期这样做还可能导致胃酸倒流。随着年龄增长，食管和胃的连接处，也就是贲门的功能会有所减弱。如果饭后立即躺下，胃酸很容易倒流回食管，产生烧心感。这种反复的刺激对食管也是一种伤害，严重的话可能引发食管炎等疾病。其实要让肠胃好好消化，正确的做法是饭后保持适度的活动，不需要剧烈运动，散步或者站着聊聊天都是不错的选择。有时候不仅仅是肠胃会受到影响，躺下的姿势还可能压迫到肺部和心脏，尤其是对本来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这种姿势会让心脏的负担加重，甚至引发心慌、气短等不适。所以午饭后稍微动一动，真的比立即躺下对身体更好。午休时间不要过长。你可能觉得午休时间越长越舒服，反正睡得多，休息得更彻底吗？可实际上，午休时间太长，非但不会让你精神百倍，反而可能成为扰乱生物钟的隐秘敌人。特别是对中年人来说，这种影响更为明显。午休本来是个补充精力的好办法，可是如果睡得太久，就会让生物钟混乱。这种混乱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晚上睡不着，白天精神差，整个身体的节奏都乱了套。科学研究发现，午休的最佳时间其实是在20到30分钟之间，这个时间段被称为浅睡眠期。短暂的小憩能让大脑得到适度的放松，醒来后人会感到精神焕发。如果午休时间过长，身体会误以为是到了夜晚的正式睡眠时间，
醒来时反而会觉得头昏脑胀，甚至会出现所谓的睡眠惯性，让人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午休时间过长不仅会影响晚上睡眠，还会扰乱人体的内分泌系统。一旦生物钟被打乱，内分泌的节奏也会被影响，长期下来可能还会引发肥胖、糖尿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正确的午休方式应该是短而精，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不仅能有效恢复精力，还能避免对生物钟的干扰。如果真的感觉特别累，白天可以多安排几次短暂的休息，而不是一次长时间的午睡。这样做既能保证精力充沛，又不会让生物钟乱套。要想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除了控制午休时间，睡前的环境和习惯也很重要。晚上尽量远离电子产品，保持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也不要吃太饱或喝太多水，只有这样才能让夜晚的睡眠更深沉，白天的精神状态更好。3. 注意午休姿势。趴在桌子上睡觉是很多人常见的午休方式。你可能觉得这种姿势简单方便，但其实对脊椎的压力非常大。脊柱在弯曲的状态下长时间保持不动，不仅会让颈椎和腰椎承受过多的压力，还容易导致肌肉紧张、僵硬。很多人午休醒来后，常常会感觉到脖子僵硬、肩膀酸痛，这就是脊椎在抗议了。再说说躺在沙发或椅子上的午休姿势，虽然比趴着稍微好一点，但如果没有良好的支撑，也会对脊椎造成不小的伤害。很多人习惯在沙发上斜躺，脊柱得不到支撑，身体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弯曲状态。时间一长，不仅会让脊柱变形，还可能引发腰部和背部的不适。更糟糕的是，随意的午休姿势可能压迫到肺部和心脏，尤其是对本来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这样的姿势会让他们更加难受，午休的质量也会大打折扣。正确的午休姿势对保护脊椎和身体健康非常重要。医生们建议，午休时最好选择坐着或半躺的姿势。如果坐着休息，应该尽量选择一把有良好靠背支撑的椅子，并在腰部放一个小枕头或靠垫，保持脊柱的自然曲度。午休姿势绝对不能随便，特别是对那些已经开始感受到身体衰老信号的中年人来说，良好的午休姿势是保护脊椎健康的重要一环。别让随意的姿势成为身体的负担，让午休变成一场对身体的无声折磨。听从身体的需求，选择一个正确的姿势和舒适的环境，才能真正享受到午休的好处，保护好脊椎和身体的健康。结语：午休说起来是个简单的小事，但细节决定健康。无论是选择姿势，还是控制时间，甚至是在饭后是否立即休息，每一个小习惯都可能在不经意间影响你的身体。那些你忽视的小问题，最终会累积成大麻烦。午休醒来后，感觉腰背不适，脖子僵硬，下午的工作效率也大打折扣。再继续这样下去，等身体的抗议升级为罢工时，代价可就不只是短暂的不舒服了。与其到时候求医问药，不如从现在开始，改掉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坏习惯。说到底，健康就是在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里累积起来的。每一次的午休都是给身体的一个小休整机会。学会科学的午休，选择正确的姿势，适当活动，控制时间，不仅能让你恢复精神，还能避免那些本可以轻松躲开的健康隐患。让午休真正成为一天中的小确幸，而不是变成困扰你健康的隐形炸弹。你的身体会感谢你为每一个细致入微的呵护。